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咪狗的自由指南。这一集呢，我们是北海道之旅的最后一部分，也就是我们准备要回家啦。就如同日本的各大机场一样哦，新千岁机场呢，作为北海道的门户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很好逛的购物中心。就像我们在北海道系列的第一集呢，就有到国内航厦购物哦。那北海道新千岁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值得提早的抵达的一个机场，保留多一点的时间呢，可以做逛街跟吃饭。那我们趁着呢刚开柜的时间呢，先把这个行李托运了，然后就可以空手的去逛街哦。但是呢，切记不可以购买液体哦，否则一样是无法过安检的。那么搭乘廉价航空的朋友呢，也要记得符合这个手提行李的规范哦，以免呢在登机口呢被拦查或是称重哦。那么在北海道机场呢，推荐必逛的就是各种的这个主题商店啦。那像是这个哆啦 A 梦啊，还有这个三丽鸥家族的这个商店哦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 Rose 的这个巧克力观光工厂，那里面呢是真的有人在生产巧克力的。另外一个呢，特别推荐的就是呢北海道的各大伴手礼哦。那你可以最后来机场一次买齐，那回家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大包小包的从市区过来了。那么特别提醒一下呢，如果要买很多伴手礼的朋友呢，记得呢要买完之后呢再去托运行李哦。最好呢还可以再带一个保冰袋，在这个北海道呢是最好的，因为像是呢 Rose 的这个巧克力呢，保冰袋可是要另外收费的哦。买完伴手礼之后呢，准备来去用餐啦。在国内线航厦的3楼呢，这个北海道拉面道场呢，包含了10家左右的知名拉面店。那其中呢，也包含了这个夏味拉面一换，推荐给喜欢吃拉面的朋友哦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我们没有要去吃拉面哦，而是要使用这个手边还剩下的龙腾卡额度呢，到这个乐雅乐呢去换餐。那这家餐厅呢，它位于这个安检区外哦。所以如果要来用餐的话呢，要保留多一点的时间哦。那么兑换的餐点呢，只有一个套餐的选择哦，就如同 APP 上所示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有这个沙拉、面包，还有浓汤哦。主餐呢也非常好吃，所以呢，我推荐如果有剩下的龙腾卡额度的话呢，不妨考虑来这里换餐哦。特别提醒一下，换餐要看登机证，所以一定要先去报到哦。回到国际航厦准备做安检啦。那么下午时段呢，出发的班机比较多，所以请务必要抓好时间回来安检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搭乘的是这个长荣的 BR116哦，在出发的时候呢，跟这个香港啊，还有韩国的班机非常接近，所以呢，安检区呢就人潮拥挤啦。通过安检区之后呢，是一个开放式的候机室哦。那么一样有着免税商店可以逛哦。今天呢，为我们直飞的是三丽鸥家族的主题彩绘机哦。那么 A330-300的旧舱配置呢，这一台飞机是北海道航线的固定班底。
商务舱呢222的座椅配置呢，我选到的是第一排。那么虽然硬体设备呢整体来说比较老旧，但是呢相比新舱的333来说呢，实际躺起来的感觉呢好像更大了一些。那么每个座位呢还是约占有3个舷窗左右哦。那么其他的配置呢，都与本系列第一集所介绍的这个长荣新式的333商务舱呢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首排座位的萤幕呢，则是直接挂墙的哦。那么萤幕的解析度呢，与新式的呢，还是有不小的落差哦。除了视听设备以外呢，最大的不同呢，就是旧款的333呢，它把按钮都集成到了扶手里面哦。那么第一次搭乘的时候呢，真的很难找到这些按钮哦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在已经这个半残的这个遥控器呢，它只是放在这个扶手的侧边哦。无法调整为非常模式的传输。飞机餐的部分呢，则是以这个无嘴猫的餐具跟桌垫为主哦。那么依然呢是前菜跟主菜呢分开上的模式。前菜呢是由这个生干贝跟熏鲑鱼组成的哦。那么整体来说呢，味道还蛮不错的。那么接着呢，长荣的面包呢是我十分喜欢的哦，软硬适中，散发着面粉的香气。几次搭乘下来之后呢，最后我是每一种口味呢都要吃到一个的哦。今天呢的主餐呢，则在后台选了牛排跟马铃薯的组合哦。那我觉得呢也蛮不错吃的。关于几次搭乘长荣商务舱下来的心得，就是呢，长荣好吃的呢都在后台，那一定要记得去选哦。餐后呢，则是一个北海道产的牛奶冰淇淋哦。大感冒的我呢，与它无缘，只有煎茶呢能够陪伴着我。这一次喝完长荣机上的日式茶之后呢，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飞行4个小时之后呢，终于回到熟悉的桃园机场喽，也为这趟北海道之旅呢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。对于长荣的 A330 的商务舱来说呢，服务与餐食呢弥补了设备整体的不足，搭乘的体验呢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哦。那么这是长荣一直以来的做法，但是我还是期待呢未来这个北海道航线呢能够有121的这个商务舱可以导入哦。毕竟呢，国泰的 A333可以呢，我相信长荣应该也可以的，对吧？不过呢，毕竟呢，这个波音交机困难的状况哦，也许这个 A333的机队呢，还要再翱翔天际好一阵子呢。我是 Migo， 今天的影片呢，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请用订阅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